如果你莫名其妙觉得哪里不对，请相信自己的直觉，那一定是有问题。那天本想着在家对面的商场里随便逛逛，然而就在我刚走进商场没多久，一个长相清纯的女孩就迎面朝我走来。看着她笑容满面的样子，我也不好意思地对她笑笑以示礼貌。殊不知正是因为我这一笑，似乎让女孩找到了突破口。只见她一脸谄媚的样子凑了过来。女士你好，我是楼上美容店的，现在我们店里正在做活动，可以为你免费做一次皮肤保养，有兴趣了解一下吗？出于对推销行业的抵触，我几乎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女孩。但是我的不悦并没有让女孩放弃，她干脆直接挽起我的胳膊，装作很亲密的样子，嘴里还一直喋喋不休。姐，你可以先跟我去店里看看，了解一下，不耽误时间的。虽然女孩的举动让我心生厌恶，但我还是尽量保持着微笑，耐心地告诉她我不需要。或许是感受到了我的不悦，女孩突然转过脸，楚楚可怜地对我说：姐，我刚毕业，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份工作，你就当帮帮我吧。听她这么一说，我收回了正要迈开的脚步，看着面前这个对陌生人低声下气的小女孩，而且在这人来人往的商场里到处都有监控。想到这里，我心里一软，便跟着她走到了电梯前。在等待电梯的过程中，我突然有了一种不安的感觉，鬼使神差地问了女孩一个问题：你们家店叫什么名字？女孩几乎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：进电梯了，我再跟你讲。就一瞬间，那种不安感更加强烈。我蹙了蹙眉，在我的一再要求下，他最后还是说出了店名。当着他的面，我装作若无其事地拿出手机悄悄查了一下，然而不查不知道，看着手机上查无此店的信息，我心底一片冰凉。这里根本没有女孩口中所说的那家理发店。事情发展到这里，我如梦初醒般看向女孩，此时女孩已经走进电梯里了。她用一只手按着电梯的开门键，拼命招呼我赶紧进去。看着眼前这个人畜无害的女孩，我整个人只感觉浑身汗毛倒立，头皮发麻。看我愣在原地半天没有反应，女孩忍不住再次催促道：快跟我走啊，小姐姐。说完，她还朝我眨了一下眼睛，看着女孩微微上扬的嘴角，仿佛周围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扭曲了，就连她脸上甜美的笑容此刻也显得越来越狰狞。我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，对她说：我不跟你去了，突然有点急事儿。然而还没等我把话说完，那女孩突然一改之前热情奔放的态度，用犀利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同时阴森森地开口道：姐姐，你是害怕了吗？这里可是商场啊。说完，女孩竟然放下了按着开门键的手，看着缓缓关上的电梯门。一时间，我根本无法从深深的恐惧中解脱出来。只要一想到女孩最后那抹意味深长的笑容，我的双手就会不自觉地颤抖起来。如果不是因为我多嘴问了那个问题，如果当时我没有多个心眼用手机查信息，如果我就这么跟她进了电梯，这么多的如果加起来让我细思极恐。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以恶意去揣测陌生人，不是善良不值钱，而是人心难猜测。你真的有仔细看过自己的照片吗？奇怪了，我发现最近对面总有一个人往我家里望，还时不时冲我这边招手，他不会是变态吧？因为加班太晚，我刚回到家就收到了闺蜜的消息，她这个人一直大大咧咧的，我真担心她会出什么事。我立马甩了个视频过去，看到闺蜜嬉皮笑脸的表情，我顿时没了好气。你没开玩笑吧？到底咋回事啊？她看到我的表情很严肃，顿时也收敛了起来。随后便仔细与我说了一遍经过。这几天她每次准备拉窗帘的时候，都会看到对面阳台上站着一个奇怪的男人，而今天那个男人甚至还朝她挥了挥手，嘴里似乎还在嘀咕着什么。但也有可能是我想多了。是确实有点奇怪，那个人还在那吗？应该吧，我给你看一眼啊。顺着镜头的翻转，画面最终锁定在了闺蜜所说的阳台，可阳台上并没有人。哎，他不在那儿。我皱了皱眉，安慰着她可能确实是想多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闺蜜家的门突然被敲响了。敲门的声音很响，听得心里直发毛。闺蜜显然也被吓到了，脸色铁青的愣在了原地。有人吗？我是住你对面楼的，有事情找你。一个沙哑的声音透着门缝传了进来，我的心也被揪了起来，赶忙提醒闺蜜千万不要开门。听到我的话，闺蜜好像也缓了回来，壮着胆子对门外喊：别敲了，我根本不认识你，我已经报警了。听到闺蜜的话，门口瞬间安静了下来，没过一会儿便响起了脚步声。她应该被吓走了吧？闺蜜小声地跟我说：真是什么人都有，你晚上别出门啊，再有人敲门你就直接报警。看着闺蜜似乎还心有余悸，我又陪她多聊了会儿，才挂断了电话。但不懂为什么，我隐约还是觉得不安。隔天晚上，闺蜜发来了一张自拍照。叶子，你给我买的耳钉到了，你看好看吗？我顺手点开了照片，是她站在客厅对着自己拍的。这款是真不错，果然我的眼光好。刚回复完她，我鬼使神差的又打开了她发来的照片，想再仔细放大看一下。可这一看，我顿时汗毛直立，因为就在她耳朵后面的窗帘边缘，赫然露出了半张脸，那轮廓明显是一个男人。我咽了咽口水，心如擂鼓，不停地想着接下来应该怎么办。我并不敢直接打电话给闺蜜，因为我怕告诉她
她一个女生必定会惊慌，万一被屋里的男人察觉到了，跑都来不及。想了想，我发了个消息给她，我刚好路过你的小区门口，东西有点多，你下来接我一下。我捏紧手机，相信自己这样说，她一定会立刻出门。果不其然，哇，你等等，我现在就下楼。闺蜜兴奋的语音发了过来，我顿时松了口气，紧接着我就打了报警电话。在说明情况之后，我便赶紧往她那边赶去。上了车，我又给闺蜜拨了个视频电话，看到她视频的背景已经在楼下，我刚想松口气，却发现她后面有一个戴着帽子的男人从楼洞里快速走了出来，想说出口的话顿时卡在了嗓子眼。你走快点，先去门卫，我马上就到了。一直等到她走到门卫处，我才彻底松了口气，把刚才的事跟她讲了一遍。只见闺蜜的脸肉眼可见的发白，吓得浑身发抖。直到警察来了以后，调取了相关的监控，才发现那个男人早在几天前就已经进了小区里，一直没有出来过。后与周围邻居了解情况，原来对面楼的大哥一早就发现窗帘后的异常，但又不确定，所以才上门想来跟闺蜜确认。直到警察抓到了那个男的，才知道他竟然早几天前就从闺蜜晚上忘锁的窗户上翻了进来，甚至病态似的和闺蜜同住一个屋子里。所以独居的女孩，请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睡觉之前一定要检查好门窗。明明已经死了的女人却疯狂追了上来，她的狞笑一直在耳边回荡。我拉着小燕发了疯似的跑进一个房间，就在关上门的刹那，一双邪恶的眼睛死死盯着我。不是告诉你们不要乱跑了吗？门砰的一声被关上，缓了许久，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，不对劲，这个声音怎么和房东一样？我压抑的哑着嗓子继续说，在楼下时，我还看到他手里捏着一把刀。小燕浑身一凛，我们不会死在这里吧？我赶忙拿起手机想报警，但是手机显示无信号，拿着手机在房里绕了一圈，最后打开窗户，身体探了出去，终于拨通了报警电话。门外女人不停地咒骂着，砸门声也变成了利器的破门声，门上甚至有木屑掉下来，门板被她砍得摇摇欲坠。小燕吓得捏紧了我的手臂，瑟瑟发抖，我也控制不住的想哭。就在这时，角落里一个衣柜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我们把衣柜挪过来，或许还能抵挡一阵儿，为警察的到来争取时间。小燕点了点头，衣柜很沉，我和小燕吃力地拖拽着。突然，衣柜朝一个方向倾斜，我和小燕还来不及反应，门一下子被打开了，紧接着有人一头栽了出来。我和小燕吓得惊呼，定睛一看，竟然是房东太太。此时的她脸色铁青，双目紧闭，身体早已经僵硬，她已然没有了气息。我的脑袋乱极了，那门口的女人到底是谁？这个民宿里到底还有多少秘密？我还来不及多想，门砰的一下被砸开了，女人提着斧头翻了进来，得意地站在我们面前。我和小燕拿着拖把和椅子，胆战心惊地与她对峙着。女人不经意看到了房东的尸体，突然眼眶通红，放声大笑：“这都被你们发现了，你们去死吧！”说着，她猛地举起斧头向我的头上劈来，我一个退后躲过了她的袭击。可女人根本不想放过我，斧头再次朝我的身体砍过来。我举起拖把防御，斧头一下子将拖把砍断。我吓得惊呼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去死吧！女人狠狠地向我劈来，情急之下，小燕举起椅子砸在女人的头上。女人吃痛，转过头愤怒地看向小燕，然后晃荡着身体朝小燕走去。小心！我尖叫着提醒小燕，然后将手里的木棒砸向女人的脑袋，直接在她的额头留下了一个口子。女人伸手去擦额头的血渍，小燕趁机再次狠狠砸向她的头。女人的身子终于软软地倒在地上。随后，我和小燕合力将她绑在椅子上，直到警察的到来。她还一直在昏迷。女人清醒后，供述了全部案情。女人和房东是母女，她还有一个双胞胎姐姐，两人几乎长得一模一样。母女三人一直相依为命。也就在前天，姐妹俩闹了矛盾，生性敏感好胜的妹妹一直嫉妒姐姐的优秀，失手杀死了姐姐。而这一幕又恰巧被妈妈看到，在妈妈劝她自首的时候，她气愤于妈妈偏向死去的姐姐，于是她又对妈妈动了手。回过神来后，妈妈和姐姐已经再也没有了呼吸。她很后悔，也很自责，甚至导致她严重精神分裂。凭借她很好的化妆技术，经常扮演起着不同的角色。可能在她的世界里，她的家人还都在吧。而自始至终，我和小燕面对的都是同一个人。我从来没想过住个民宿会遇到这么恐怖的事情。房东太太的脸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我的面前，那斑驳的皱纹和浑浊的眼睛，在微光的照耀下透着一分诡异。你在床底下做什么？她苍老的声音带着丝丝凉意。你吓到我了。我从床底下爬出来，故作淡定地说：刚才我听到这房间有动静，以为是老鼠，忍不住进来瞧瞧。我知道我的借口有些牵强，房东的眼睛正死死盯着我，他突然凑近我，声音充满了令人浑身发毛的黏腻感。小姑娘，胆子太大可不是什么好事。我僵硬地冲他点了点头。房东突然咧嘴笑了一下：山里寒气重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
我忙不迭地点头，向门外快步走去。尽管我没有回头，却依旧能感觉到房东还在盯着我。刚走出房间，我发现那具女尸竟然凭空消失了，猛地收住了脚步，心里的恐惧一浪高过一浪。身后，房东突然开口：“这个是老房子啦，晚上千万不要乱跑。”他的语气里尽管带着一丝笑意，可我脊背却阵阵发凉。我打了一个激灵，快步跑回房间，用力锁好房门，戒备地看着门口。小燕一脸茫然地问：“娜娜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我强压下心底的恐惧，催她赶快收拾行李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们看到的那个窗前的姑娘根本不是人，是具尸体，凶手很有可能是房东。更可怕的是，他好像知道我发现了这个秘密。我颤抖着声音说。小燕紧紧抓着我的胳膊：“娜娜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离开这里，越快越好。”小燕险些哭出来，咬着嘴唇点了点头。和小燕收拾好行李后，我竖起耳朵，不停地听着外面的动静，直到1楼传来踢踏的脚步声和隐约的哈欠声，紧接着是开关门的声音。他应该睡下了。我压低声音对小燕说。小燕和我对视一眼，我蹑手蹑脚地打开门，小心翼翼地提着行李走了出去。我们不约而同放轻了脚步，生怕惊动房东。终于到了1楼，前台近在咫尺，房东并没有坐在那里。我暗暗松了一口气，拉着小燕直奔门口。忽然间，一个人迎闪了出来，挡在了门口。你们是想退房吗？一个陌生又沙哑的女声突然响起，我和小燕都吓了一跳。看到她长相的时候，我的眼睛瞬间瞪大，恐惧已经达到了极限，因为眼前的女人和窗前的那具尸体长得一模一样。她正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我偷偷打量着她，并没有说什么，猛地拉着小燕就往楼上跑。你们不是要退房吗？跑什么？难道我会吃了你们不成？女人阴森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，就像是催命的符咒。紧接着，女人也追了上来，她的狞笑一直在耳边回荡。我不敢有片刻的停歇，发了疯似的跑进一个房间。就在我准备锁门的刹那，一只手用力抵住了门板，那双邪恶的眼睛死死盯着我。不是告诉你们不要乱跑了吗？女人力气大得惊人，门缝一点点变大。就在我以为自己会成为她的盘中餐时，女人突然爆发了一声惨叫，紧接着将手抽了回去。是小燕，她用拖把砸在了女人的胳膊上。就在此刻，我赶紧关门反锁，又将沙发抵在门上。我们瘫坐在地上，大吐大口喘着气。门外的女人依旧在疯狂地叫嚣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会有人死而复生吗？我却突然反应过来一件事，不对劲，这个声音怎么和房东一样？楠楠，快醒醒，这地方有问题。我睡眼惺忪地朝小燕看了一眼，然而就是这一眼，直接把我吓了一个机灵。只见小燕惨白的脸上全是泪痕，惊魂未定的她全身还在不停地颤抖，显然一副惊吓过度的模样。她把声音压得很低，好像隔壁有人在偷听一样。你记不记得我们白天在2楼窗台看到的那个女人？我当然记得。这次出来玩，我和小燕订了这家深山里的民宿。出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个慈祥的老太太，她告诉我她就是这所民宿的房东。交谈间，我有意无意瞥见2楼窗台边坐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女孩，那女孩约莫20岁左右，一头乌黑的长发让她显得楚楚动人。性格活泼的小燕也看见了女孩，她热情地向女孩挥了挥手，算是打招呼。可是那个女孩似乎并不欢迎我们，她没有任何回应，只是安静地看着我们。房东太太见状，连忙解释道：“这是我的大女儿。她在这深山待惯了，性格有些孤僻，你们不用管她。”说完，房东太太便让我们去登记住宿。来到2楼房间，我一头就扎进了浴室，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后，我被一股强烈的困意席卷全身。当我被小燕吵醒时，已经过了午夜。看着小燕惊慌失措的样子，我再也没有了睡意。到底什么情况？你别急，慢慢说。小燕闭上眼睛，深吸了2口气，努力克制住恐惧的情绪后，才缓缓开口道：“刚才我肚子饿，想要去楼下厨房找点东西吃，结果回来的时候，我看到白天那个女孩还在那个位置。我和她说话，她也不理我，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儿，就凑了上去。但是就在我触碰到她的身体时，我发现那女孩不仅身体僵硬，就连体温也不正常。你说这大夏天的，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，怎么可能一点体温都没有啊？”小燕哆哆嗦嗦地把事情说了一遍。对于她刚才的所见所闻，我并没有第一时间下结论，毕竟2个女孩子身处在完全陌生的地方，更何况这里地处偏远，手机信号也差，多个心眼总是没有坏处。过了好久，等小燕情绪渐渐稳定下来后，我轻声安抚道：“你别担心了，我出去看一眼。”走出房间，
我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女孩，女孩确实就坐在白天那个位置。趁着一阵风吹过，我借口有点冷，想让她帮忙关上窗户，可是女孩却依旧纹丝不动地坐着。无奈我只能快步走上前去关上窗户。可就在我转身的时候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因为走廊灯光昏暗，我一个不小心撞到了女孩，然而她就这么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。我来不及想太多，急忙向她道歉，并伸出手想要将她扶起来。可当我触碰到她手臂的瞬间，一股强烈的恐惧感便油然而生。那女孩的手实在是太冰了，正如小燕所说，这根本不可能是正常人的体温。借着走廊上的灯光，我凑近女孩看了一眼，只见女孩整张脸上虽然盖着一层厚厚的粉，但还是盖不住原本的青灰色，薄薄的嘴唇也是毫无血色。然而更夸张的是，此刻被我撞倒后，她不仅没有任何表情，甚至就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。我颤抖着将手伸到她的鼻子下面，几秒钟之后，我彻底愣住了。这个女孩根本不是人，而是一具尸体。当我条件反射就要惊叫出声的时候，楼梯上传来了一阵脚步声。我们就住在2楼，小燕在房间里，根本不可能走楼梯，那只能是房东太太了。或许是刚才女孩倒在地上发出的声音吵醒了她。接着我脑海里产生了一个念头，我不能让她发现我在这里。当一个人被逼到绝境时，自己的潜能必定会被激发出来。我一咬牙，闭着眼睛扶起地上的尸体，并把它恢复成原来的样子，然后一闪身就躲进了旁边房间的床底下。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我的心也跟着越跳越快。我拼命祈求上天千万别让房东太太发现我。房东太太进了房间，绕着走了2圈。就在我以为她要离开时，突然她的脸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我面前。你是否也有怀疑自己生活在平行世界里？这是发生在我初中时候的事情了。那天半夜，由于睡前喝多了水被憋醒了，也懒得开灯，就直接爬起来往厕所走去。迷迷糊糊的上完厕所后，便起身准备洗完手继续回房睡觉。不经意间，我扫了一眼墙上的镜子，赫然发现镜子里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女人。我僵硬地看向背后，可是我的身后并没有人。我再次转过头，镜子里的女人还在，她依旧在看着我。顿时，我汗毛都竖了起来，尖叫着跑回卧室，用被子将整个人盖住，躲在里面瑟瑟发抖。妈妈匆忙地跑了进来，我泪流满面地描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。妈妈的脸色有些难看，紧张地打开了灯，查找了房子里的所有角落，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在妈妈的安抚下，我再次睡着了。第2天，心有余悸的我跟妈妈谈起了这件事。我依稀记得妈妈告诉我说，是我睡觉睡懵，或者是做梦了。我摸了摸脑袋，半信半疑。后面很长一段时间，夜里睡觉时，我都会开着电灯，上厕所时也不敢看镜子。好在那个女人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渐渐的，我遗忘了这件事，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很多年。我今年30了，前几天半夜我又突然醒了，起床去上厕所。按照惯例，我站在洗漱台前洗了洗手，突然我竟然清晰地想起了小时候的那件事。抬眼往镜子看去，瞬间惊出一身冷汗。镜子里清晰地倒影出我自己的模样，而镜子里的我竟然就是我小时候看见的那个陌生的女人，连惊恐的感觉都一模一样。半夜，一个男人站在家门口砸门，我刚想和他理论，却发现了他手里明晃晃带着血渍的刀。大学毕业后，我搬进了马吉小区。这个小区的硬件不错，一个人住也很畅快。唯一让我头疼的是，楼上住着一个熊孩子和他不靠谱的爸妈。晚上熊孩子总喜欢蹦蹦跳跳，砰砰的响动让我很是烦躁。周末在家时，楼上的响动更大，拍球声、跑步声让我连懒觉都睡不成。我上楼敲过好几次门，跟孩子父母理论，前几次都是他妈妈出现，一副和稀泥的状态。而这次我理论完后，刚想转身回家，却无意瞥到他家门后，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。我被盯得有些毛毛的，这个是那熊孩子的爸爸吧？不知为何，我心里有些打鼓。回家后心里也总有些不平静。熊孩子还特别喜欢乱按电梯，群里的邻居抱怨过很多次，但是他的父母从未在群里道歉。当时我看着手机，暗暗叹了口气，想到那个爸爸的眼神，要不是他家太吵闹，我是真不想和他们有太多接触。直到前几天妈妈来我这边玩，原本我们在客厅里聊天看电视，好不惬意。突然间，楼上传来一声巨响，是重物落地的声音，紧接着一阵争吵声响起，一声比一声高，中间还夹杂着熊孩子的哭声。看着争吵的势头，一时半会儿不会停止，我的好心情一下子被破坏。可能是妈妈在这里，我开始向她吐槽楼上扰民的种种。楼上的动静越来越大，毫无停止的意思。今天我一定要和他们好好理论一番。我做出一个撸胳膊挽袖子的动作，都是邻居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闹得太僵不好。妈妈一下子拉住我，柔声劝说。我叹了口气，认命的戴上耳机刷视频。可没过多久，一声女人的惨叫和巨大的响动，吓得我赶紧摘掉耳机。妈妈脸色煞白，伸手指了指楼上。我刚想开口询问，她却伸手做了一个虚的手势，随后迅速起身将灯关了。房间瞬间陷入了黑暗。妈，你干什么？别出声！我妈拉住了我的胳膊，隐约间她的手心汗淋淋的。我们在黑暗中沉默着，
我一脸茫然，不太清楚妈妈这样做的目的。几秒钟后，楼上传来开门声，接着一阵敲门声响起。我轻手轻脚地挪到了门边，在猫眼上观望着外面的动静。楼上始终没人开门，敲门声戛然而止，接着是脚步声由远及近。急促的敲门声让我的心像打鼓一般，我慌张地捂住胸口。敲门的正是楼上的男人，只见他一只手背在身后，另一只手用力地敲着门。他面无表情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下一刻，他猛地前倾，将眼睛凑到猫眼上，用力地往里瞧。他的动作把我吓得汗都冒了出来。我赶紧缩低身子，不清楚他到底看没看到我。妈妈也走了过来，紧紧搂住我的肩膀，看得出来她也很紧张。我俩对视一眼，都没有说话。不久，男人停止了敲门，脚步声再次响起，他走向了对面那户。此时我才看清，他背在身后的手上竟然有一把带血的菜刀，嫣红的鲜血顺着刀刃淌下来，落在地上。我的头皮一阵发麻，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巴。男人开始敲门，我在心里祈祷对面邻居千万别开门。不知道对面是真没人，还是也感觉到了不对。他敲了好一会儿也没动静，男人在原地愣了一会儿，转身看了看我家门口，然后从楼梯走了上去，直到听到楼上的关门声，我才松了一口气。他的刀上有血。我颤抖着和我妈说，赶紧报警。妈妈的提醒才让我意识到此时不是发呆的时候。我手忙脚乱地拿出手机，拨打了电话，带着哭腔告知警察我的位置以及现在的情况。挂了电话，我的心依旧不能平静，无措地看着妈妈。没过多久，楼上传来响动，似乎是警察来了。先是敲门询问的声音，几分钟后就是破门的声音，紧接着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在楼上响起，随后熊孩子绝望的哭声传进我的耳朵，把爸爸妈妈还给我。没过一会儿，警察敲响了我家的房门，来找我录口供。从警察的口中得知，楼上的女人和丈夫发生了口角，已经被丈夫残忍杀害。案发时，男人把熊孩子锁在了卧室。男人挨家挨户敲门的目的好像就是为了找个垫背的，他手上的菜刀就是佐证。得知这个情况后，我不禁有些后怕，如果当时我妈没在，我直接开门了，那后果真的难以想象。你搭车时遇到最可怕的事是什么呢？劫后余生的我，现在想起还是惶惶不安。写完手上最后的 PPT， 我打着哈欠离开了办公楼。爸爸早已经等候在门口，疲惫地上了爸爸的出租车。困意渐渐向我袭来，我闭上眼睛打盹，猛地一个急刹车，我吓了一激灵。突然间，车窗外出现一个黑影，整个人几乎贴在玻璃上。车灯下的他戴着黑色的口罩和一副眼镜，五官被挡住了大半。哎呀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突然跳出来拦车，把你撞到怎么办？爸爸生气地质问男人。不好意思，我朋友喝多了，我想送他回家，可惜这里不好打车。大哥，你能不能捎我们一程？太晚了，车打烊了。我对男人说。男人此时才留意到副驾上的我，两束冷冷的目光射向我，我被他看得有些发毛，不自觉地挪了挪身子，把眼神转向另一边。大哥，行好吧，我多加钱行吗？给你3倍车费。男人冲着爸爸不停作揖。那行吧，你赶紧把他扶上来。爸爸妥协地说。下一秒，男人打开后车门，然后快步走到路边的大树旁，费力地从树后抱出一名瘦高的男人。爸爸见他有些吃力，下车准备帮忙。我一个人就行，我朋友不喜欢外人碰他。我留意到男人怀里的朋友脑袋低垂着，手也是无力地垂了下去，一副完全没有意识的模样。这是把酒当水喝了吧？我爸在旁边说着。男人先是把朋友塞进后座，紧接着也钻了进来。朋友身子向前倾斜，险些跌倒。我本能的伸手想要去扶他，却被男人用力把手拍开。不需要。男人阴沉地警告我。我的手背瞬间火辣辣的疼，怒气嗖地冒了出来，咬牙切齿地说：不识好歹。男人并没有搭理我，只是死死压着朋友。我偷瞟了朋友几眼，他脸色发白，双眼紧闭，从始至终没发出任何声音。车子一路前行，走出一段距离后，我的脑袋轰的一下，额头渗出冷汗。车窗明明是关着的，可车里没有一丝酒精的味道。这个朋友从上车到现在一动不动，甚至连呼吸声都没有。他不会是死了吧？这个念头把我自己吓了一跳。我再次把目光投向男人的朋友，他依旧头低垂着，眼皮动也不动。男人似乎感受到了我打量的目光，猛地看向我。我心虚地吞了吞口水。男人挑了挑眉毛，解释道：我这朋友酒量不好，喝醉了睡得就像死猪一样。我透过后视镜望去，那人的口鼻一直扎在男人的肩膀上，难道不怕窒息吗？就在我疑惑间，一只野猫莫名从路边窜了出来，爸爸直接来了一脚急刹车。我的旁边突然窜出一个人影，是后座的那个朋友。爸爸的所有注意力都在那只野猫上，不高兴地咒骂了几句，而我却清晰地看到朋友的嘴角里有血淌出来，惨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。男人将朋友扯了起来，我的脸瞬间煞白，这个朋友竟然没有呼吸。我现在100%确认他是一具尸体，恐惧让我的心脏快要跳了出来。我该怎么办？装作视而不见，还是想办法报警？我小心翼翼地将手机摸了出来，
你想干什么？一道阴狠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我的手机直接被夺走了。你知道了对吧？男人眼神看向那具尸体。什么？我下意识的否认。不用跟我装傻。男人突然掏出一把匕首，直接抵住了我的喉咙，我吓得浑身颤抖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旁边的爸爸已经停下了车。别伤害我女儿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爸爸紧张的开口。要想让她活命很简单，不许使其他任何花招，把车往郊区开。爸爸点了点头，再次启动车子。期间爸爸也在找各种话题聊着天，想着缓解下凶手的戒备。被匕首指着脖子的我感觉糟透了，我的眼泪自始至终没有停过，身体抖成了筛子，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，生怕惹毛了男人。行驶的路越来越偏僻，我的心狠狠地揪成一团，期盼着能有人来救救我们。不远处路口突然出现了一道道强烈的光束，是几个交警站在光里，手里还拿着红色的棒子，应该是查酒驾的。我的心霎时平静了不少。男人看到这一幕，瞬间慌乱不已，嚷着让我爸停车，推开车门落荒而逃。我和爸爸劫后余生，许久都缓不过神来，直到警察找我们录口供时，我的大脑依旧一片空白。男人很快被捉拿归案，据他描述，男人失手将朋友打死，害怕事情败露，就打算抛尸荒野。遇到我们之前已经背着死者走了3-4条街了，在他没力气时，恰巧看到爸爸的出租车。如果半夜你听到室友的呼救，你会继续装睡还是醒来帮他？我的宿舍是8人寝，那天只有我和叶子2个人在寝室。由于天气太热又没空调，在睡觉前我就把窗户打开了。可没想到晚上发生的事情至今让我心有余悸。睡得半梦半醒之间，我突然有种莫名不安的感觉，就像有人在一直盯着我看。我瞬间就惊醒了，透过蚊帐观察了一下，直到我视线扫过床尾方向的时候，突然发现那边有一块暗影。开始我以为是谁挂在那边的衣服，但我又仔细回想了下，床头那片根本就没放东西。这个想法让我顿时渗出了冷汗。而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了一个离我很近的呼吸声，声音粗重有力。就在我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的时候，我清晰地听见了叶子在自己床铺上翻身的声音，而我正盯着的那个黑影居然动了。只见他缓缓移动到我的床边，此时我终于看清楚了，那是一个男人的身影，他应该是站在我床头一直盯着我看。我吓得一动不敢动，虽然是夏天，但我从头到脚都凉透了，我整个人也都吓傻了。2个弱女子的宿舍进来了一个男的，我身边就一个关机了的手机，能用来干嘛？从我醒来到发现对方，我足足盯着他看了将近1分钟。我不确定他到底有没有发现我醒了，他究竟是怎么进来的？我确认睡觉前反锁了房门，难道是窗户？可这里是2楼啊！想到这，我顿时肠子都悔青了。僵持间，我看着他缓慢地走到我床边的桌子上，拿起我放在那边的一些钱，轻点了起来。我微微松了口气，他应该是没发现我醒了。我一边盯着他，一边思考着对策。首先，我手机关机，求救的话要先开手机，但开机后会有声音，绝对会被发现。不行。接着，我又想着要不要开门向其他宿舍求救，但我从床铺到大门有好几米远，门还是反锁的，中间耗时太长，万一男人随身带了什么武器，还是不行。也完全没有想过一个人单挑制服对方，我也肯定打不过。叶子还在睡觉，也帮不上忙，没办法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但我在害怕的时候会不自控地微微发抖，咽口水。我一边努力控制住生理反应，一边观察对方的动作。他一直在翻动着什么东西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就在我觉得自己浑身都僵了的时候，他的身影消失在我的视野范围内，脚步声依旧在宿舍内徘徊，伴随着轻微翻找东西的声音。这些声音刺激着我的耳朵，告诉我对方一直在。因为怕被他发现我醒着，也不敢转头去看那人现在在哪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声音突然全部消失了，整个宿舍一片寂静，只有叶子翻身的声音偶尔传来。他是不是走了？我鼓起勇气，轻轻转头观察着宿舍。突然，我在叶子的床边又看到了他，他直挺挺地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刚刚想放下的心又提起来。叶子的惨叫声传来，我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。趁着室友的声音，我立马爬起身，将手机开机，用着发抖的声音冲他喊：叶子，你怎么了？有人摸我。他的声音带着哭腔。此时我的手机已经开机了，打开灯光照向叶子的方向，就发现那个男的依旧直直地站在他床边，有可能被他的叫声吓到了。当时我也特别害怕，也完全想不到趁这个时间拿东西自卫什么的，脑袋都是空的，只想让他赶紧走，于是直接就对着那个男的大喊：你是谁？快走！那男的可能也被我喊得清醒了一点，没再直愣愣地杵着。几秒钟后，我听见对方落地的声音，接着是离开的脚步声。确认他真走了以后，我赶紧开灯，跑去窗边锁好窗户。锁上窗户的那一刻，我才真的算放下了心，腿软地坐在地上。随后通知宿管和保安，报了警。后续由于快放暑假了，我也不知道最后有没有抓到那个人。如果当时叶子喊我的时候，我沉默装睡，真的难以想象男人会做出什么事。但是从此以后，我们寝室再也不敢开窗睡觉了。
为什么他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我家里？我是一名婚纱店的店员，刚准备下班就接到了男友的视频。就在我们隔着屏幕甜言蜜语时，却看到男友神色慌张，一脸愕然地盯着我。怎么了？男友眼珠子来回转动，却没有开口，用手指了指我的身后。我瞬间后背一凉，猛地转过身去，在距我脸很近的距离站着一个人，漆黑空洞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。我尖叫出声，手机也掉在地上。男友在那端着急地问我怎么了。这时，女人的身后闪出一张熟悉的脸，是老板。这是我新进的模特，哈，不好意思，吓到你了。老板将模特摆放好，我压了压惊，点点头。老板走之前对我说：“快下雨了，你也早点回家吧，女孩子晚上不安全。”他刚说完，一股阴冷的风刮进来，我打了个哆嗦。老板离开后，我的心里隐隐不安，看着那个模特，好像冲我翘了翘嘴角。我瞬间头皮发麻，赶紧锁紧店门，溜之大吉。次日天还未亮，电话铃声催命似的响个不停。谁啊？我闭着眼，一脸起床气。你昨晚没关店门。老板阴郁的声音让我睡意全无。关了呀，我昨天锁好门才离开的。店里失窃了。什么？我的心颤了一下。报警了吗？没有。老板烦躁地说，店里被盗了。老板却不报警，是脑袋秀逗了吗？丢了什么吗？丢了件婚纱，还有我刚买的那个人体模特。听了老板的话，我整个人是懵的，这个贼不会是个变态吧？我皱了皱眉头，挂断电话，赶紧起床洗漱，推开浴室的门。突然，一张脸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我面前，我吓得尖叫着踹了对方一脚，哐当一声，那人倒在地上，我浑身颤抖着，根本停不下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眯着眼睛看过去，这不是店里的人体模特吗？他怎么会出现在我的家里？自己长腿跑过来的，还是有人故意想要整我？无论是哪个原因，都足以让我毛骨悚然。我硬着头皮把模特搬回了店里，告诉老板模特是在垃圾场找到的。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人体模特莫名跑进家里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。于是我辞掉了工作，住进男友的家。入住第3晚，又是狂风暴雨来袭，我有些胆怯，可男友远在千里之外，鞭长莫及。一阵沉闷的敲门声将我吵醒。手机上显示时间清晨4点30分，我的心中掠过一丝恐惧，支起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。漫长的等待后，敲门声终于停止，我暗暗松了一口气，蹑手蹑脚地下了床，顺着猫眼向外看，走廊里一个人影都没有。我睡意全无，打开了客厅的灯，地板上莫名出现了一排湿漉漉的泥脚印，我的头皮瞬间发麻，用力咬住嘴唇，不让自己叫出声。脚印延续到书房，我屏住呼吸打开门，书房里一个单薄的女人背对着我。你是谁？为什么来我家？我不敢太靠前，咬紧牙关问她。女人没有任何反应，我又重复了一遍，女人依旧没有回头。直觉告诉我有些不对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朝她走了过去。在看清她的脸后，我发出凄厉的叫声，又是那个人体模特。警察赶来时，我都没有缓过来，他们对地板上的脚印进行了取证，竟然发现那是我的鞋印。绝不可能！我激动地辩解。宋女士，不久前警方接到婚纱店老板的报警电话，这是店里的监控画面拍到的。警察从容地对我说，画面中我麻利地用石头砸碎了婚纱店玻璃，然后进入店里，目标明确地将那具人体模型抬了出来。一定是哪里弄错，这绝不可能是我！我用力捂着脑袋苦涩地说，那你跟我走一下，配合调查。后经医生诊断，我才知道我患有梦游症和应激创伤失忆症。1年前的4月30号，我和即将结婚的闺蜜开车去旅行，旅行途中，闺蜜为了保护我，丧生在坏人的刀下。这个人体模特神似我的闺蜜，而那晚也在下着大雨。我和闺蜜有个暗号，在遭遇危险的时候，会发一些奇怪的信息向对方求救。当时闺蜜还打趣道，要是哪天我给你发奇怪的信息，你可一定要救我呀。当时我并没有在意，但没想到暗号很快就用上了。这天凌晨2点，我被手机消息声吵醒，拿起床边的手机，原来是闺蜜小美发来的消息。她说要出差1个月，让我有空去她家喂一下猫，还有冰箱的芒果汁要过期了。看完我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顿时睡意全无，惊出一身冷汗。我和小美认识10几年，她是我最好的闺蜜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她。首先，她是自由职业，根本不可能有出差之说。其次，她不但不养猫，甚至她会对芒果过敏。我心慌意乱，下意识地想拨打她的电话，可很快反应过来，她尝试用这些反常的话来暗示我，而不是直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。那很有可能是歹徒此刻就在她身边，能注视她的一举一动。我想打开灯，可外面好像停电了，一片漆黑中，总感觉有无数双眼睛在暗处窥视着我。我紧张的心都要跳出来了。冷静下来后，我先给许江打了电话，随后报了警。许江是我的男友，他很聪明，人也很高大，不管接下来要干嘛，有他在身边，我总会感觉安心一点。见到许江，我立刻扑上去抱住了他，很没形象的大哭起来。大约过了5分钟，警察也到了。
经过简单交涉，我们去往了小美家里。刚到门口，便闻到一股血腥味，我不禁打个寒战，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。我呼吸变得急促起来，伸手去包里拿钥匙。人越紧张，越是什么事情都做不好。平时放在包里的钥匙，今天怎么也找不到，似乎看出了我的恐惧。许江从背后轻轻抱住我，不怕，我在呢。我深吸几口气，勉强保持冷静，终于找到了钥匙，打开门。小美家里没有开灯，空气里刺鼻的血腥味让我难以喘息。我紧紧地盯着那扇房门，心里没由来的恐慌。警察率先进去，摸索着打开客厅的灯。我惊魂未定地看着客厅中央，这一幕让我永生难忘。小美死了，在自己家的客厅，她的脸被划烂，身体也被捅了很多刀，血流的到处都是。我吓得尖叫出声，眼泪根本止不住，都怪我来晚了，要是早点来该多好。警察在不远处说道，凶手极其残忍，你要是早来，只会多一具尸体。警察很快拉起警戒线，调取监控的警员也无功而返，周围的摄像头都被破坏了。我靠着墙呆站在门口，心里一阵茫然。最好的闺蜜惨死家中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。不对，我们之前会一起玩推理类的游戏，她既然会提前给我发暗号，那么一定藏了些信息在家里。我起身走向她的卧室，里面的陈设非常简洁，而且很干净，但有个地方却很突出，书架是乱的。我走过去翻了翻，发现这一堆东西放在一起，最里面有一本书，就好像这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是为了掩藏这本书。我打开看了下，有一页被折了起来，上面还有一句话画了线，小心男人。有些人很擅长伪装。伪装谁？他能认识的男生是一些同事，但是我了解他，她是个妥妥的宅女，平常团建什么的根本不会参加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和我在一起的。男人不会是许江吧？不可能，许江不会是这样的人。许江那么温柔，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儿，一定是我想多了。我放下了书，出了卧室，看到了许江在等我。他担心我的精神状态，就带我去了他家。这不是我第一次来他家，上次还是我们三个在一起喝酒，现在却只有我和他了。他去厨房帮我倒水，我在沙发上根本坐不住，一停下来就会看到小美惨死的模样。我起身逛了逛，来到卧室里面，没想到他卧室装修的这么暗，隐约觉得有些阴森。突然卧室的书架吸引了我的注意，那上面有一整排的恐怖故事。明明他跟我在一起，连恐怖片都不看。我拿起一本犯罪心理书，翻了翻，发现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笔记，好像是一些分析杀人手法的细节。我抬起头，突然发现这本书原来放的位置里面还有个隔板，这个木板和整个书柜的颜色不一样。我推上去后，在里面发现了个笔记本，第一页就有一个人物关系图，中间的女生是一个网红，我记得被报道出来时就是死亡的很蹊跷。接着几页都是一些类似的关系图，我翻着翻着，突然我的照片出现了。这一页和别的不同的是，离我最近的女生小美被划了个大叉，还有句用红笔写着的话，看了不该看的，不能留。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突然想起小美藏的消息，小心男人。难道小美不小心发现了他的计划，然后就被灭口了？我顿感脊背发凉，颤抖着拿出手机报了警。刚一挂，许江就端着蜂蜜水进来了。他看着我手上的笔记，你都看到了，那么你也不能留了。他猛地把手上的杯子捏碎，砰的一声，我吓得瑟瑟发抖，看着他扭曲的面孔，拿着玻璃片向我走来。他的眼里已没有往日的温柔，现在就像个野兽，眼中充满血丝。我害怕地求着他，别杀我，我是你女朋友啊！哈，求我！你们这些女人就只想着钱，为了钱什么都做，你们没有一个人瞧得起我，我要把你们女人杀了，都杀了！我没想到他已经疯到了这种程度，他直接抓起我的头发往墙上砸，剧烈的疼痛在脑部扩散，还没来得及站稳，他又拿起玻璃片划伤我的脸，一股血腥味蔓延开，恐惧感让我想起了小美死亡的样子。不行，我必须要拖延时间，我已经报警了，虽然头真的很晕，但是我得拖住他。我冲他喊着，你个疯子，你就是心理扭曲，你毁了多少个家庭。突然他甩了个巴掌给我，啪的一声让我呆住了，他捏起我的下巴，从高处蔑视我，那又怎样？你们这些人的脸我看着就恶心。就在我视线都模糊了的时候，突然外面的门被踢开，警察来了。他们很快制服了许江，我靠在墙上，久久回不过来神。转眼过了好几天，我带着伤，拿着花去了小美的墓地，看着她的墓碑，心疼与不舍涌上心头，冰冷的泪不自觉流下，哽咽着，对不起，是我看错人害了你，坏人已经被抓住了，正义虽迟但到，